沙子是流动的，不是死板板的，我们不一定只能站在上面拍照。它的风向是从山谷下来的，就是从那边往这边吹，所以故意这样做这个形状，然后让风打到天幕之后倒掉。没听错呢，我要潜水，我们要去海边，我要到 New Mexico 里面一个沙漠中的湖泊潜水。那如果你支持我的话，麻烦你给个订阅吧，这样才能让我拥有持续做影片的动力。Good day， 我是 ET。这集我们要到新墨西哥州，这一次会介绍你一个营地以及2个景点，其中一个是我的秘密景点。你知道在陆地中也有地方可以潜水吗？我们就从新墨西哥州我最推荐的景点白沙国家公园开始说起吧。嗨，各位早安，这是好像第4天吧？哇，我实在戴手套没办法比试。我到了一个叫做白沙国家公园的新墨西哥州一个新成立的国家公园，在2019的时候才成立的。OK， 那这地方是出了名的要拍照好看。那告诉大家一些拍照的 tips， 就是你如果要在这里拍照的好看，你要在清晨，就是太阳刚起来的时候，或者是夕阳的时候拍，因为你光线斜照的时候，那个沙丘才会有光影，就是白的啊、黑的啊、白的、黑的这样。第2个 tips 是，你一进来的时候，假设因为像我是清晨来的，一进来的时候不要流连忘返在前面的几个 trail， 就是开车开到最后面，因为最后面的 trail 的沙丘是比较大型的，拍起来比较好看，越后面的沙丘越大型，所以就到最后面再做停车的动作，这样你会找到最漂亮的沙丘，拍最好的照片。When you're down, you close your eyes, build a raft of all the lies, float your troubles out to sea, be the best that you can be。好，给大家看一下现在这边我还没走进去，我刚停完车，看一下这附近，不知道大家觉得怎么样？有没有看到后面的沙丘，整个很漂亮。其实你上去的话，对了，这边是会有厕所，每一个 trail 都会有厕所，所以放心。那记得带足够的水来。那让我拍几张美照给你们瞧瞧吧。拍照的 tip 3就是你要走稍微远一点，然后到没有脚印的地方，开始重重的刻意制造出属于自己的脚印。拍照的 tip 是要告诉你，沙子是流动的，不是死板板的，我们不一定只能站在上面拍照。Always listen to your heart, make your thoughts a work of art, climb
那今天的野营是相对简单一点的，因为是在大都市的礁山旁边，有点像是如果你是台中人，就在大坑9号；那如果你是台北人，可能你就在阳明山脚下，类似这样，或是你在高雄就在寿山。那我是在一个小都市，新墨西哥州的小都市旁边的一个礁山。那这个是国家的营地，所以它是算是简单管理。OK， 那我们刚刚有提到，就是营地要怎么处理。那我以这个营地当做其中一个例子哦。那你会在这营地，他骑进来的时候，他在那个看板那边会拿到一个黄色的 envelope， 长得像这样。看它有一个洞，有没有？然后有一些资讯，然后它这边是一个，就真的是 envelope， 你可以放东西进去。OK， 那它知道怎么使用，就是说，它其实这 envelope 的这边，好，会写上你一些基本资讯，你是哪一天来啊？然后你要过几夜，你多少人？然后你的车牌号码，还有你的 zip code， 就是你住的地方的 zip code， 一些基本的资讯写上去之后，把你要缴的费用投在这个信封袋里面。那这个露营地它很便宜，它是5块美金一个营位啦。OK， 那写完之后，它这里有胶，你就把它钱放进去，然后粘起来。那当然这边这一面的一些资讯你也要把它填上去，这样 OK。那粘起来之后，它就会有一些信箱，你可以把这个钱加这个黄色信封投进去。那你看到这里有一个圈圈，有没有？这张其实是要撕下来的，就是把它撕下来之后，把这个挂在你的车上，就是说我已经缴费了，这样。这是其中的一种营地的方式 ，OK， 这是比较我觉得算是国家，然后算是简单管理的。那当然，像这个营地，比较不一样的地方是说，它是没有先预约的。就先到先赢。那我们这次是早上大概10点半到11点中间到的。那基本上我觉得大概是7成满吧，其实还有30% 的空位。那今天是礼拜6 ，OK， 所以说我觉得算是没有到非常非常满的 ，OK， 所以是很不错的一个营地，我觉得，因为它有厕所，然后你也看到后面有就是一个简单的棚子这样，然后地整的算的还蛮干净漂亮的，不是很野营的地。OK， 那你会遇到有一些是需要先预定的营地 ，OK， 那要记得上网预定。那再来是有些是私人的营地，那私人营地通常它就是进去的时候会有一个camping office， 拿进去 camping office 去做缴费的动作。那建议私人的营地，你也通常都也可以上网预定。那如果你上网没办法预定的话，就打通电话给他们这样。要跟大家介绍一个，就是有看到我身后这个吗？天幕。天幕要干嘛用的？比如说你今天去野营，对不对？你没有办法预测当地会下雨、下雪或刮风。理论上，你应该去之前先确定那个地点不会有大雨啊或大雪。其实如果太夸张的天候状况，其实是不适合的。不过如果临时发生的话，要怎么办？天幕就是一个很好用的。那我今天搭这天幕的用意就是，
下午2点之后，它会开始渐渐的有起风，且到6点的时候，它风会越变越大，越变越大。到时候你坐在这里煮东西，你第一个你瓦斯炉头会一直被风吹，很容易熄掉，其实很麻烦。然后再者是你在这里一直吹风，强风一直吹，其实你人会很不舒服。所以我可以做了一个看有斜度的天幕，把它搭起来。那因为我看了 Windy， 它的风向是从山谷下来的，就是从那边往这边吹，所以故意这样做这个形状，然后让风打到天幕之后倒掉。那这样我在这个方向，我就不会被风一直吹，就不会觉得不舒服。OK， 那所以天幕不是只有防太阳、防晒而已，其实它还有挡风、挡雨或挡雪的功能。那不知道你会不会搭天幕？这个技能非常重要，还是你有更厉害的方法跟我说？各位早安，今天是我的 Day 5，就是我第5天。那昨日我们进城住在 hotel， 然后就没有特别跟大家介绍了，因为我需要补满我的冰箱，然后还有就是梳洗一番，因为毕竟4天嘛，8天的行程里面第4天中间这样。那今天的行程是蛮特别的，因为我今天要执行潜水，没听错呢，我要潜水，我们要去海边，我要到 New Mexico 里面一个沙漠中的湖泊潜水。那这个湖泊它有一个美誉，就是沙漠中的宝石，它在地底下跟7个湖泊同时连接在一起。那也因为这样，所以它其实它会有一直涌泉上来，然后每6个小时这个湖泊它就会重新注满水，就等于说它会6个小时 refresh 一次啦。那这个在过去在美国国家的定义里面，它是鱼类孵化中心，这是曾经的事情。那现在它是一个休憩区，改为潜水中心，所以其实这也是可以潜水的。只是你在这里潜水需要付一个 fee， 就是买一个算是通行证吧，它一次买就是1周25块美金。OK， 那带大家看看这湖泊。然后呢，这湖泊还有个特色是，它终点是62度 F， 也就是16、17度 C， 这是我从来没有潜过的水温，非常冷。其实真的是非常冷，而且现在外面大概50度 F 左右。实际上我就是等于说我要下一个62度 F 之后，水温相对外面还比较温暖一点点，然后上来之后再烤一些冷风，我想应该会冷爆。那我带你们看看这个 Blue Hole 里面长什么样子，看看在沙漠中潜水是什么样子。走吧。其实很冷我可能。故事说到这里，出了点意外。这个潜水中心，它只有在假日的时候有气瓶的出租，而且你还要先预约。我到的时候是平日，所以根本没有气瓶可以租。尽管我带了整套的潜水装备，不过我还是有下去游。只是这16度 C 的水温跟11度 C 的气温，实在是没办法拿 GoPro 自由潜水给大家看。本来我已经试着踏下去了，不过我觉得我的手会抖，所以我怕 GoPro 就这样沉入深深的湖底。我就请有人帮我录了影，证明我已经游过这我史上最冷的一次游泳了。我非常推荐你夏季来，因为这边会有非常多人在这里游泳跟跳水，这是一个跳水圣地啊。那如果你支持我的话，麻烦你给个订阅吧，这样才能让我拥有持续做影片的动力。最后我们放上其他潜水员在这个湖底潜水的影片给大家。那我们下次见 ，See you， 拜拜。
哟，感谢收看这部影片，你喜欢吗？想看更多这样的影片，一定要订阅我们的频道，并按下那可爱的小铃铛。Wow, thank you for watching. Did you like watching this video? If you want to see more like it, make sure to subscribe to our channel. Don't forget to hit the cute little bell icon. See you next time.